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款迷人的蝴蝶结草编包。这款包包蝴蝶结设计是它的最大亮点，无论你是与好友共度午茶时光，还是参加夏日派对，这个蝴蝶结草编包将为你增添一份可爱与浪漫。它的大小可以容纳日常的必需品，比如手机、钱包、化妆品、太阳眼镜等。将背带拆卸下来，就可以作为手拿包，让你自由的转换风格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棉拉菲草，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2种对比色。五金的搭配使用了 D 型环一对、皮质的斜背带以及一对磁扣。工具上使用了 3.0 以及 3.5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，还有熨斗。成品的完成尺寸：宽22公分，高19公分，包包深度大概3公分。首先从蝴蝶结开始，使用月牙色，起始的线头大概留20公分，接着锁边起针，基础行37个锁针，基础行37个锁针结束。接着我们要钩波浪的花样，首先是一个2长针的并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先钩2个锁针作为第一个未完成长针，接着在第二个针目，也就是往回数第4个锁针，钩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再一次挂线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第一个2长针的并针。我在这个并针上放一个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接着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连续4个长针。在钩织时，如果拉菲草像这样扭转了，我们要随时将拉菲草展平，使得针目看起来更饱满。而下一个针目里钩织3个长针，也就是小括号的内容。接着又连续4个长针。接着一个3长针的并针，也就是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先各钩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最后再挂线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3长针的并针。这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，我们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一共2次，之后也按文字结钩织，而结尾会剩下2个针目，钩织一个2长针的并针。而在这个并针的最后一次挂线引拔时，我们换成下一个颜色的线来挂线钩出，完成这个并针。这样子就完成换线的动作。接着翻面，下一行我们以另一个颜色重复钩织第一行花样行，钩针穿进第一个针目，将换线时的线头置于钩针上方，接着再带出线来，钩织一个短针，再一个锁针。钩织短针的目的是可以很好的包住这些线头。下一个针目再一个未完成长针，最后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2长针的并针。接着按第一行的文字结钩织，钩织的时候将上个颜色的线包覆着一起钩织，直到这一行结束。这样这个织片就会形成一个波浪状。
而在最后2个针目钩一个2长针的并针。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换成另一个颜色的线来完成这个并针针目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包着钩织的这条线有没有平整，再进行换线。之后也是按照第1行的文字解，以2个颜色轮流往返钩织，直到第8行。第一针的2长针并针都是第1个针目1个短针加锁针，而第2个针目1个未完成的长针组合而成。之后钩织时包着上一个颜色的线一并钩织，透过规律的间隔加针和并针，使得这个织片成为锯齿的波浪状。第8行结束，换线之后第9行，现在是月牙色。钩针穿进第1个针目，带出线来钩织1个短针，钩织时也包着线头钩织，加2个锁针，视为第1针长针。接着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跳过1针，在下一个针目钩织1个长针。中括号的内容一共钩织18次，这样织片的这一端就会缩短。而最后1针长针的最后一次挂线引拔时，也是换成另一个颜色的线来完成挂线引拔。织片的最后2行也是轮流以这2个颜色，以相同的方式钩织。在减针的结果之下，织物的上方就会缩短，这里是蝴蝶结的中心。我们按文字解钩织到第11行。第11行结束会剩下1个针目，我们就不钩，直接引拔断线，留1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而另一个颜色也可以断线。我们以相同的方式完成另一半的蝴蝶结，这一半不需要留长线。接着将2个蝴蝶结的最后1行对齐，利用所留的长线做缝合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接着我为这个蝴蝶结的中心加上1个绑带，以月牙色锁边起针，基础行起8个锁针，接下来往返钩织长针。第1针3锁针起立，视为第1针长针。第1个针目我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往回数，从倒数第5个锁针开始，每个针目钩织1个长针，包含第1针长针起立针，一共有8个长针。之后每一行都翻面往返钩织。从第2行之后，长针的起立针方式可以改为穿进第1个针目，再带线出来钩织1个短针加2个锁针，与第1行的起针方式略有不同。这样的起针方式使得起立针与下一个针目之间的缝隙不会太大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这2者之间的差别。我们如此往返钩织，直到第8行结束。第8行结束，引拔断线，留1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接着我们将这个长条的织片像这样包覆在蝴蝶结的中心，并且以所留的长线缝合这个绑带的2端。缝合结束也是打个结并藏好线头，这样蝴蝶结就完成啦。
接着是包身，使用月牙色 3.0 的钩针，锁边起针，基础行起120个锁针，我们会完成一个长条的织片。这个锁针链的长度大概会是57公分，而这个长度的1/3大概会是包包的高度。基础行的锁针链结束，我们翻到锁针链的背面，在背面这里有一些横向的线条，这里是里衫，我们调里衫钩织长针。首先长针的起立针，先钩织一个锁针，接着回到基础行最后一个锁针的里衫上钩织一个短针，加2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将它视为第一针长针，并且放置记号扣，以辨别它是第一个长针。之后调每个里衫钩织一个长针，第一行包含一开始的起立针，一共完成120个长针。而如果是调半针钩织，那么织片的基础行跟最后一行它的长度就会不一样，这样包包就容易歪斜。这是艾芙琳一开始在钩织这个包包时所尝试到的经验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第一行结束，翻面。我们将钩针换成 3.5 的钩针，以 3.5 毫米的钩针来钩织第二行。第二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这个起立针不算针数。接着我们从长针针目的上方看，从第一个长针开始挑它的后半针钩织引拔针，后半针就是从针目上方看远离我们的那一个半针。我在第一个引拔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之后继续挑每个长针的后半针钩织引拔针，直到这一行结束。这一行换成 3.5 钩针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引拔针的结构导致织物变形。第二行结束，翻面。我们又将钩针换回 3.0 的钩针，第一行跟第二行是一个完整的花样段，第二行的引拔针让这里有一条凸起的棱脊。之后我们将轮流重复钩织第一行与第二行，而在重复钩织第一行时，我们将钩针一次挑起引拔针的后半针以及相邻它的另一行的半针，挑起这两条线合并钩织，这样行与行之间就会更紧密。重复钩织第一行的长针行时，长针的起立针仍然是一个短针加2个锁针。之后依序挑起相邻的2个半针，钩织长针。在之后重复钩织第一行与第二行的过程中，以 3.0 的钩针钩织第一行，以 3.5 的钩针钩织第二行。如此换针钩织的目的，也是为了避免针目结构以及拉菲草的特性，使得每一行长度不一致。这也是艾芙琳在钩的过程当中所发现的。也许你不会有这样的问题，那么你可以试着用同一种钩针来钩织。重复钩织1、2行，一直到第14行，完成7个花样段。接下来要钩长针行，我先将钩针换到 3.0， 接着按之前的方式穿进2个半针，再带出线来。接着我将线换成另一个颜色，以它来挂线引拔完成这个短针。接着2个锁针，一样将这个起立针视为一个长针。之后继续以这个颜色，也是重复钩织第一行、第二行，一直到第24行，
以这个颜色完成5个花样段，这样主体的中间就会有一段矿色的色块。钩织长针行时也是用 3.0 的钩针，而勾引拔针那一行时则用 3.5 的钩针。换线之后的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几针之后再断线。而第25行到第37行又换回月牙色来钩织第1行与第2行，在这一段会完成6个完整的花样段以及1行长针行。第37行的长针行结束，包身的织片完成，接着引拔断线。此时织片可能会有一点卷曲，而且形状也可能不那么平整。我们用中温的熨斗将织片烫平，并且将它的形状烫整成长方形。接着我们用月牙色为它钩织2块包包的侧边，基础行钩织32个锁针，之后钩织2行长针。钩织的方法可以参考蝴蝶结的绑带。接着我们将包身有人脊的那一面为正面，从下方基础行往左数，在第70个针目上放上记号扣，这里是之后我要结合侧边钩织的地方。接着我们回到包身的最后一行，在第1个针目穿进 3.0 的钩针，并且结合一块侧边，将钩针同时穿进侧边最右上方的针目，侧边的织片哪一面都无所谓。接着引月牙色的线，引线之后锁1针，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。我们结合这个侧边的长边，第1个针目钩2个短针，第1个短针我放记号扣。接着同个针目的第2个短针，刚开始的几针可以一并将线头包着钩织。之后结合2个织片，合并对应的每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。结合侧边的长边钩织结束，接着是侧边的短边，将包身与短边结合钩织6个短针。结合2个织片钩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挑起短边的每个长针，各结合钩织3个短针。短边的钩织结束，接着又绕到侧边的另一个长边，结合每个长边的针目，每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。沿着侧边的3边钩织短针结束之后，这样我们就将包包的一侧缝合完毕。之后我们也继续沿着这个边钩织短针，这里是包盖，原则上沿边在每个长针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。而包盖转角的这个针目钩织2个短针。接着这一侧是主体长针行的侧边，我们挑起每一行的长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接着遇到转角的针目，钩织2个短针。再继续往左钩织，每个针目也是1个短针收边。接着我们会遇到做记号扣的这里，从这个针目开始，结合另一条侧边钩织，这里的钩织安排对称着另一个侧边。沿着侧边的长边有32个针目，
而短边钩织6个短针，另一个长边则是钩了31个短针之后，在最后一个针目钩织2个短针，这样刚好把包包主体剩下的针目用完。结合另一个侧边的3边，在最后一个针目，也就是转角这里钩织2个短针，接着再继续沿边，这里就是包包的带口，在这些长针行的侧边挑长针钩织2个短针，如此我们收边结束，引拔在起始的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断线藏好线头。而收边之后，包盖的形状可能不是那么平整，我们再次用中温的熨斗将它整形，使它的形状以及边缘更规整。接着我们将之前完成的蝴蝶结织片缝合固定在包盖的外侧。缝合固定的时候，可以就这些点的位置做固定缝合，不需要沿边缝得太贴，这样这个蝴蝶结在这个包上面比较有立体的感觉。而蝴蝶结中心的缝合固定，因为包盖的这个部分是矿色，所以可以用矿色的线来进行缝合固定。最后我取 D 形环，因为我的月牙色刚好用完，所以我就用矿色在它平的一边钩织2行短针，每一行大概6个短针。如果不安装这个 D 形环，将这个包包作为一个手拿包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钩织结束，引拔断线，留大概20公分的长线。我们钩织2个这样的 D 形环，最后将这个 D 形环缝合在包包的侧边，靠近带口的位置。最后我为这个包包安装了带有皮革的磁扣，磁扣中中心有凸起的那一块安装在包盖，包盖中心的这个位置是矿色，所以我取相同的线来安装这个磁扣。而中心凹进去的磁扣则是安装在包身对应的位置。最后你可以为它搭配任何你喜欢的背带，这样这款迷人又浪漫的蝴蝶结拉菲草斜背包就完成啦。搭配清凉的夏日裙装或者是休闲的牛仔裤都能相映生辉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